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时隔1年，我们又与这部诚意满满的喜剧《龙之家族2》见面了。第一季我们就没少吐槽啊，也没少被人攻击。然而经过1年的酝酿，龙家的编剧真是不负所望的为大家带来了这一部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编剧的剧集。别的剧集都记住演员哈，这部剧一定要让每一个看剧的人深深记住编剧，内心不断的重复：编剧，你妈喊你回家吃药了。我不吃，等俺兄弟回来。我们也锲而不舍地继续吐槽本剧。好吧，我们就来看看这部剧。这一片头旋律和挂毯整的，让人马上体会到整个剧组想借着龙家把《冰与火》再翻拍一遍的决心和理想，同时让人庆幸还好没让他们拍呀。一开始镜头回到了史塔克家族的凛冬城，故事一开始，一只渡鸦把我们带到了北境。本来呢，大家族之间谈正事儿就应该在凛冬城的城主大殿里，既庄严又正式，但编剧一拍脑袋，觉得北京最佳景点首推冰墙，怎么能没有冰墙呢？哪怕没有凛冬城，也不能没有冰墙啊！因此就由克雷根·史塔克陪着小杰坐着电梯上了冰墙，一路还不忘向小杰介绍冰墙建造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守夜人和史塔克家的悠久传统。要说这个开头，无非是想来一场怀旧杀，讨好一下全游的粉丝，但扯的是稍微有点远了吧，一下子有点接不上第一季的故事。第一季故事讲到，黑党的王子卢瑟被绿党的王子伊蒙德给赶了，前面扯了一大段，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这时候信差送来一封信，打断了这场观光，这才回到了主线。呆萌出场了，在得知养子被杀了以后，他一改往日的冲动，决定喊着巡海回来的雷尼斯一起去报仇。没想到老太太开口就问：“女王没说要去啊？”呆萌回答：“女王正忙着伤心呢。”雷尼斯马上表示，那死个孩子当然得伤心的，并且以过来人身份分享经验，说自己死了女儿，那得伤心好几个月都不止呢。这呆萌马上接下茬说，那你伤心，你在伊更登基典礼上咋不直接化悲痛为力量呢？那龙对着伊更嘎嘎一喷，也就没后面这些事儿了呀。要说这呆萌真是一张嘴就能把天儿给聊死，不过他说的也没错呢。雷尼斯也不知道怎么解释那天的脑抽啊，然后干脆扭头走了，最后丢下一句，你又不是国王，我只听国王的。这呆萌一想，你不去，那我也不去，反正不是亲生的，爱谁谁吧。另一边呢，梳着脏辫的龙族非主流血统克里斯杵着拐到港口溜达溜达，一个名叫艾伦的黑人小哥扔下手里的工作就过来了，不问自答的就把巡逻情况、战斗情况、船只损耗、维修情况介绍了一个遍，那可是了若指掌，甚至连提高修理速度的方案都想好了。想必后面此人有重头戏吧。但是很蹊跷的是，他还随手从旁边的木箱里拿出一把匕首，这是领主安排工匠做了送给卢瑟王子的匕首。要说这工匠也是啊，你做好了不往宫里送，直接就给扔到码头上了，要不是这个艾伦捡到，这可不得丢了。这时克里斯才反应过来，啊，你小子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我的天哪，克里斯感情不只是伤了脚了，还伤了头了，都聊了这么久了，你这才突然想起来对方是谁呀？一只龙啊飞到君临城，这卫兵一通忙活，赶紧把巨蟹转过去，刚要发射，队长说不是，据我仔细观察呀，是自己家国王的龙。吓得卫兵这一身冷汗呢，这突发状况是相当的突发呀，差一点就把刚登上王位的国王给嘎了。然后全剧终，你说这也不给龙做个标记啥的，这得亏是碰到一个视力不错的，不然误伤几率也忒高了。接下来又到御前会议，会议前，艾丽森和男朋友科尔在卧室热身，湾族也想加入，被侍女拦住了。两人热身完就匆匆来到御前会议。伊耿非要带着小儿子参加御前会议，又把伊蒙德也喊来。伊蒙德上来就在地图上一通指点，外公奥托不干了，你这上来就抢风头啊！扭头就训斥伊耿，不要动粗，要讲道理，只要多多放出渡鸦，大家就会来支持的。会后，伊更决定向人民展示自己的仁爱，召开了一个接见市民代表的会议。有一个羊倌就上来说了，自己的一部分羊被卫队收走了。他还没说完呢，国王一拍大腿就说：“还给你吧！”这么多钱，你们全拿去！这一下就把这个羊倌整不会了，这啥意思？你套路我呢？外公奥托赶紧拦住，小声告诉国王：“龙是要吃肉的，你给还了羊，龙吃啥呢？”伊更一想，也是啊，这龙不能饿着呀。张口就说：“那不还了，下一个。”士兵马上把张口结舌的羊倌给拖了下去，然后又上来一个说被拖欠了工资的铁匠。
伊耿手一挥，给钱，加倍的给。奥托又想打断，都走上台阶了，想想又下去了。这奥托真是不容易啊，要没他，这皇室得破产。就这么一通操作下，基层扶贫解决问题也就结束了。要说吧，这御前会议就没说什么重要的事儿，这召见民意代表也啥都没解决。见过剧情兑水的，没见过兑这么大水的，整个一大水漫灌呢。看了半天，给姐看了个寂寞。这开完会了，奥托来找女儿。要说这两个人吧，看似父女，胜似母女。两个人没事就聚在一起聊聊人生理想。这一次艾丽森是把奥托叫来聊聊政治目标。感情你俩连老国王都弄死了，儿孙也当了国王了，还没搞清楚是不是同一个目标？艾丽森要求老爹别老在御前会议上反对自己，否则自己没法管儿子了。奥托一脸真诚的回答：我怎么没想到啊？我看到有网友评论哈，这奥托和他女儿这俩的智商是 1.5 的 0.5， 加起来刚好凑个2。在我看呢，这都高估了，这俩的智商顶多一个 0.4 一个 0.2， 凑个 0.6， 俩老六。我是老六。话说雷尼拉在外面一通找啊，终于找到儿子骑的龙的残骸了，悲痛欲绝地回到了龙蛇岛。大家都在大厅里等着，纷纷表示可以进攻君临城。可是雷尼拉就说了一句：我要伊蒙德，然后转身就走了，什么都不安排。怎么杀伊蒙德呢？是暗杀活捉还是发动核战争？什么都不说，就丢下一句：剩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一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都散了，没下文了。呆萌心想，你们都不管，我不能不管呢。于是干脆就把白虫叫了来，用自由跟白虫换了一个君临城的暗线。这个暗线就是血腥和奶酪。话说这呆萌一穿上帽衫就要干坏事儿啊，他自己潜入君临城与这两个人接了头，然后安排他们去杀伊蒙德。两个人就问呢，那如果找不到伊蒙德怎么办呢？呆萌就说以子偿子，然后这两个人冲着高额的奖金就一起前往了宫殿。皇宫里，伊耿正在铁王座带着一众卫兵喝酒聊天。他上一季就偷鸡摸狗的逛妓院，当了国王依然很无聊啊，连个朋友都没有，只能和保安聊天，在办公室喝酒。然后血腥和奶酪就摸上了楼，结果阴差阳错的来到海伦娜的寝宫。这对龙凤胎正在睡觉，两个人就把海伦娜给夹住了。这次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杀个男孩。这本来是一个很容易就辨认的事儿。但编剧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脑残的决定，问孩子他妈哪个是男孩，然后孩子他妈做了一个跟脑残问题非常匹配的白痴条件。他指着脖子上的项链说：我拿项链换孩子吧。对方直接拽了项链，你不说我还想不起这茬呢，拿走继续。这次海伦娜没得换了，于是小脑筋一转，指出了儿子。这俩贼还真的思想斗争了一下，一个呢认为海伦娜是为了误导，所以指了女儿，另一个认真地观察了海伦娜的表情，认为她说的是真的，指的就是儿子。这一圈可劲儿给自己加戏啊，演的那叫一个累，何必呢？直接验身不就完了吗？结果不用验，上去就把娃娃给嘎了。这妈当的也绝对冷静啊，不哭不喊，默默抱起另一个，大踏步的就跑了。这俩贼也不管呢，就一门心思的在那儿嘎娃娃。太残暴了！这要是海伦娜指的是女儿呢，那现在是不是她顺利抱着儿子就跑了呢？结果海伦娜算计了半天，还是丢了儿子的命。海伦娜抱着孩子就一路小跑就去找妈，正好碰上老妈和科尔在热身，这俩真是不耽误1分钟的时间呢。这惨案一发生，宫里就乱七八糟了。伊蒙德直接就找到了凶手上楼的通道，还发现了自己头天晚上放在桌上的硬币被拿走了，由此判定杀人者就是冲着自己来的。这一段智商拉满。其他人呢？艾丽森一脸茫然地说了一句：也许这凶手不是罪魁祸首呢，也许是我在遭报应呢。这艾丽森的光辉形象差点刺瞎我的双眼，他已经达到了试图同情刚把自己孙子大卸8块的凶手，同时认真反省自己过错的人性高度了。我生平最睇唔起啲唔誠實嘅人啊！繼續開會吧。伊耿上來就質問會議成員，國王出事的時候，御前會議成員都在哪兒呢？這句話問的，御前會議成員又不是御林鐵衛，沒事就在你的寢宮門口待着望風嗎？蘭尼斯特直接懟他，你也有受到威脅嗎？氣得伊耿不斷強調，我是國王啊，我是國王啊，這滿滿的自卑感。接着伊耿扭頭就問，科爾，你當時在哪兒呢？這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嗎？伊耿他媽馬上臉都綠了。科爾吞吞吐吐的解釋，夜深了呀，人得睡覺的呀。伊耿懟臉質問，為什麼要睡覺啊？你一
点都不像我跟你说。哎呦，这个伊更真是的，不仅智商有问题，记忆力也出了问题。他自己在铁王座带着一众卫兵喝酒的事情就全忘了。奥托呢，又一次跳出来劝他冷静冷静。伊更马上智商闪回，一口就咬定是雷尼拉干的。这时湾族进来汇报，凶手抓到了，还是人赃并获。奥托安排湾族去审问背后的真凶。御前会议还继续开啊，又开始了，这没完了吗？这次轮到大铁棍子发言了，他认为国王的敌人不止一个，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雷尼拉，也有可能是内奸。这番话让人不得不佩服啊，直接把矛盾引入内部，先让绿党死于内斗吧。伊更忽然冷静了，也不知道为啥突然冷静了，他表示同意，并且还补充了一句，凶手可能是任何人。这伊更的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智商也是在混乱当中啊。奥托站出来表示，凶手这个事儿嘛，并不重要。旁边的兰尼斯特马上带点惊讶地说，你这意思是把这件事儿推到雷尼拉头上？这两句话怎么就衔接到雷尼拉头上的？只能说兰尼斯特的领悟能力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了。人才！艾丽森脸上忽然闪过一丝不可置信的表情。我说大姐啊，你是数塑料袋的是不是？你咋这么能装呢？给我装！上一集他点个蜡烛还要怀旧一下，这一集他不可置信这件事儿就推到了雷尼拉头上。你别忘了，前脚还跟你老爹说目标一致的推翻雷尼拉，后脚就对一切阴谋陷害感到内心不安。这人设怎么看怎么就那么表里表气的呢？别装了，装的够像来了。接着奥托就建议让孩子的遗体游街卖惨，以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当然伊更坚决反对，意思是这不是当众打脸吗？人家都跑到戒备森严的皇宫杀人，那么多人连个婴儿都保护不了，还要大庭广众的宣传。不过他的反对无效，说游街就游街，这孩子真是遭大罪了。刚才被活生生的斩了手，死了还要拖出来游街。海伦娜表现的那叫一个内心不安呐，也许是在预示着又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吧。车一晃，真让人担心孩子的脑袋掉下来。另一边湾族的审问不要太顺利了，刑具往桌上一扔，对方就把什么事儿都说了，这就给我当场笑喷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很快雷尼拉就得到了消息，他马上召开了会议询问是谁干的。这反应比自己死了儿子都激动啊！大家都不承认，他怀疑是呆萌干的。呆萌一开始也不承认，有本事打架别让人抓住啊！抓住之后别承认是咱们学校的。于是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本来是说暗杀小孩的事儿吧，然后雷尼拉话锋一转，开始埋怨呆萌就想自己当国王，并且指责韦塞里斯活着的时候他就想造反了。这呆萌就解释啊，你和你爹一样都是不相信我呀。雷尼拉表示，你杀了人都不承认，我怎么相信你啊？呆萌只好承认了，还解释说自己也不是真的要杀小孩，是他们自作主张。这里不得不说啊，他们讨论事情的这个逻辑，就是要在争吵中制造混乱，在混乱中找到思路，先诱敌深入，再一锤定音。聊了半天，最后的结论往往跟聊天内容八竿子打不着。而且这编剧洗白真是无处不在。呆萌最后拼命解释，杀孩子的事情就是一个意外事故，这就跟伊蒙德杀死卢瑟非要来一个吃惊的镜头一样。这部剧里死的人都不是故意的，全是意外事故。于是呆萌委屈、郁闷、愤怒，摔门而去。接下来又到艾丽森例行洗澡，并且他表示与科尔划清界限。站了一晚上的科尔很郁闷，走到食堂，看着正在吃早饭的亚历克就不顺眼，非叫人放下碗去换身干净的再回来吃，然后就咚咚咚的一通输出，听得这亚历克也敢怒不敢言呐，道了个歉，赶紧闪人吧。没想到又被叫住了，科尔话锋一转，是在怀疑他勾结外人杀死王子，这大清早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啊！科尔一副说你串通你就串通的样子，谁叫你兄弟叛变了呢？现在你要想洗脱罪名，就得孤身去龙蛇岛杀死雷尼拉。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好嘛，当众就给安排了一个暗杀。你这暗杀雷尼拉这么大的事儿，不说是悄悄的安排，至少也找个自己信得过的人吧。你这找一个信不过的，还当众把人骂了一顿，最后让人到敌营去搞自杀，自证清白，有啥好证的呢？这不根本就是肉包子打狗吗？而且最后还不忘把后路都给堵上，这事儿得多傻的人能干啊！可偏偏这就是一傻的。人家本来就傻，你还逗人家？
接下来忽然插入了一段始料未及的自我洗白。哎呀，这编剧洗白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就说这伊蒙德发现暗杀的目标是自己后，他小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于是他扒了个精光，趴在比他妈还老的情人怀里自我检讨，说自己杀了卢瑟啊，就真的是很内疚啊，那天全是因为心情不好啊。这情人啊还不忘补一句，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呢，这哪是情人呢，妥妥的一个心理健康咨询师。而且这伊蒙德这锅甩的，别人是甩锅，他是把锅留下，把人都甩出去了。不关我的事。你怎么不说成是你的龙心情不好呢？那要按你这么解释，这剧里所有人心情都不好，甚至连我们这看剧的心情都很不好，大概只有制作团队和编剧们的心情很好吧，要不怎么能编出这么老六的剧情呢？看着这个呆萌跑了以后啊，这心情很不好的雷尼拉就把白虫给叫来，问他为什么要杀小孩呢？白虫表示自己也是被迫的呀，而且也很后悔啊。你看又开始洗。白虫就问呆萌承诺事后就把他给放了。雷尼拉说呆萌跑了，我就是不放。逼得这白虫又把自己前半生重复了一遍，表达自己活得多么的不容易。当然也没有用，又被雷尼拉给送进监狱。一转念呢，这雷尼拉还是决定把白虫给放了。这倒好，这前面那一段就为了铺垫白虫的悲惨身世了。获得自由的白虫在前往港口的路上就碰到了来刺杀的亚历克。这亚历克连身衣服都不换的就坐船大摇大摆的来了。什么叫以假乱真，迷之自信啊？他和兄弟都分开那么多年了，两个人的装束打扮甚至连发型胡子都一点都没变。这理所当然的所有卫兵都被这俩兄弟给搞混了，他就顺利的进入宫殿，而且进入了雷尼拉的卧室准备刺杀。没想到他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赶了过来，脑补一下，大概是白虫折回来报告了吧。最终一个杀死了另一个，然后自杀了。到死我也没搞清楚究竟是谁杀了谁，谁自杀了。这边呢，伊更叫人把杀人凶手给吊死了，吊在了城墙上。奥托大发雷霆，对着孙子伊更就一通输出，大概意思就是本来是想用小孩的死来嫁祸给雷尼拉，让绿党以被害人的身份获得更多的家族支持，没想到你这孙子却把真凶和一群无辜者给挂到墙上了，彻底破坏了自己的精心筹谋，斥责伊更又蠢又急躁。伊更听不下去了，干脆就把奥托给解雇了，当场就任命科尔为国王之首。科尔这一脸的蒙圈，话说这意外总是比明天先到，泼天的富贵啊，就这么令人猝不及防的降临在他身上。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两家一出事儿就先内斗，雷尼拉拿着呆梦一通输出，奥托拿着外孙一通输出，感情这两派不是死于对手，而是死于内讧啊。于是奥托就卸任了，拉着女儿的手依依不舍的道别。艾丽森呢去看儿子，发现伊更哭得一塌糊涂，我也不知道这里是角色在哭呢，还是他本人在哭。要说把这个烦人的外公赶走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他哭的这场戏着实的是在情理之外啊。看来这件事儿最高兴的是艾丽森了，内心狂喜啊！这回老相好意外当上了国王之首，这位置可比湾族高多了吧？科尔也开心的很呢，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直奔艾丽森的卧室。这艾丽森得找个台阶吧，当初分手也是他提出来的。这集又是以两人热身结束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编剧怎么就那么喜欢用王后那么多的床戏和洗澡戏来刺痛我们的双眼呢？真的，我这个脑子现在梦梦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真的。好的，前两集就介绍到这里。这个剧的服化道真是堪称一流啊！但是一流的服化道不代表有一流的剧情，就像一流的小说也不一定能拍出一流的影片一样。本来看这部剧呢是冲着全游来的，以为《龙之家族》这是一部讲述黑绿两派血腥夺权的故事，却没想到被猝不及防的灌了一大盆鸡汤。制作团队苦心改编了一部充满了误杀与悔恨，两党热爱和平、追求真善美的故事。要说好莱坞一些制作团队的政治正确啊，真是已经深入脑髓、致人脑残的地步，能深深的把一部古偶拳斗片搞成一部古装教育片，让大家在看片的同时得到灵魂的升华，看到人性的善良，为此不惜牺牲人物的智商、故事的逻辑。所以这部剧让我想起了当年魔戒的力量之戒了，当时我给人打了1分，现在那后悔啊！如果上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给他打2分，真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好的，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耐心收看这部充满了科幻、恐怖、伦理、喜剧、互动游戏、惊悚、温馨的爱情、家庭、伦理剧《龙之家族》。同时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Is that what you think?